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多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斑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芳气点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欢迎各位，哇耶！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6季，欢迎大家！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皮肤健康30年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天猫双11正在火热进行中，好品牌、好价格尽在天猫双11。本节目由天猫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陈明。首先让我们欢迎加油团的老朋友，欢迎佘诗曼、钟汉良、纯叶、大老师，大家好，欢迎何律。今天要格外隆重的欢迎一位新朋友，人生不止 A、B 面，自信闪耀不设限的全能 ACE 柳岩，欢迎。Hello， 大家好，大家好。Hello， 听说柳岩老师跟我们令人心动的 offer 有一些渊源，对不对？如果不是因为演了令人心动的 offer 的剧版，即刻上场当中君安律所合伙人代教律师白晓，我今天估计也没有机会来到这里，所以谢谢。我这个抬头跟对联一样长，我好长。所以之前有出演过律师角色，还真没有，我觉得这个角色很难挑战，因为他专业性太强了啊。第一次要背好多那些词儿。我正想说，不是背词儿那么简单。你看看，我就说我肤浅了吗？这个环节只是 Q 出我的肤浅而已。让您说您的。但我跟你讲，说实在话，这个戏就是背词儿太难了，因为你一个字儿都不能错，因为专业性的法律法规啊是绝对不能错的。然后你还不能有太多的发挥，因为律师说话都是比较言简意赅，非常的严谨，逻辑缜密，不能发挥。那为这个角色有没有做一些特殊的准备？就是牢记台词。因为确实就是一气呵成嘛。思远律师跟我们一起演的时候，他真的是不用演，根本不用像我们要背2天背1个晚上。而且我在化妆的时候偷偷听他就打业务电话，我就震惊了，就像说台词一样。他就是5分钟没有半个磕巴。哇，你这么仔细听别人来打电话呀？因为毕竟在一个化妆车上化妆，对啊，是。然后我就一直偷偷的想，我说天哪，我说哇，这真的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业务能力是真瓷实哈啊。听思源老师说很贵的，是按分钟计价还是按小时？你们是按什么计价？按小时，按小时计价哦。说话慢的人就会计价的不一样吗？高一些，这样的就是便宜的。中语怎么办？中语那种。终于这先念诗的那块就不计时。律师诗人，那今天呢，我们新的课题也即将发布，难不难？会有什么新的挑战？实习生们又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一起来看吧。You give me nothing but bullface lies, nothing but bullface lies. I don't even know you now. 这是新的课题，新的课题。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就是男生一波了。他们住一块儿呗。你猜大家到了吗？我猜没。来看一看。哦，果然没到。我们居然是第一个。去倒点热水，喝点咖啡。
这是代教律师。早上好，早上好，沈大律师。早上好。这位叫张启乔，04年的。早，同学们，师傅好。早，先补充一下能力啊，谢谢。好，谢谢。不同口味的，所以是盲盒。开盲盒，开盲盒。哇！你自己抽吗？你自己抽吧。都是麦芬，看不出来，其实。我的好像是蓝莓的。哦，我也想蓝莓的。你想要蓝莓的吗？我可以要这个，这个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别装了，大家都有。哇，好好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麦粉。他们知道也。真好吃。你这是什么的？我俩好像一样。哎，今天不错，轻松多了。还没布置，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休闲时刻。马上课题一发布，对，真的很少这么轻松哦。哇，我觉得他那个好看。我这个是最。我想吃你那个，看我的。OK， 谢谢。你们尝尝这个吧，这个很好吃。你吃蔓越莓吗？我吃，我喜欢吃蔓越莓，特别好吃。我也想吃。哦。 10分钟之后，大家去2号会议室。好。好，同学们，你们最喜欢的环节到了。太好了，最喜欢。吃饭。今天我们来发布课题6。好，有课题了。 课题6的主要的内容呢是大湾区的争议解决。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业务中呢，其实和内地的法律的律师楼之间的联系和合作是越来越紧密的。很多案件其实都会牵涉到内地的法律，并且呢是需要我们跟内地的律师有合作和交流的。 所以现在我们的需求跟内地律师合作的需求是越来越强的，在这种背景下呢，我们觉得大家呢是需要考虑加强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这个课题6就是主题是大湾区的争议解决。那么呢，现在我们有2个案件，2个案件呢，第一个案件是一个遗产的纠纷案。 案件的背景呢是有一位女士叫黄秀梅，她呢是在今年的3月7日已经去世了。她的先生周树芳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那么黄女士之后呢没有再婚。然后在下面的表格上我们可以看见3个子女她们不同的出生的年份和年龄。 那么黄秀梅女士去世之后的第3天呢，周芳梅她在出殡的典礼上向家里面人展示了一份黄秀梅女士的遗嘱。那么周芳娟女士就是2女儿，她在1个星期之后向家人出示了另一份遗嘱，日期是2024年的1月19日，是迟过第1份遗嘱的。 当中呢有黄秀梅女士的交叉签署坐实，周伟国小儿子他对于如何去分配黄秀梅女士的遗产也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就作为实习生是需要被委任为调解员，分别呢会见3位当事人，并且呢为周家3姐弟的遗产纠纷进行一个调解。 好，这个就是第1个课题的内容。那么第2个课题呢是沈大壮的内容，所以由他来向大家解释。好的，那第2个课题是跨境金融案。那我们的委托公司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提供投资建议服务的。然后2023年的下半年起。 委托公司的官方邮箱就受到一些自称为是内地假公司的投资者的问讯，
并声称甲公司是我们委托公司的子公司，然后又接二连三的有相关的甲公司的投资者登门求证。那当然了，我们的委托公司就认为那个内地的甲公司是冒用了委托公司的信息，委托公司现在希望通过法律的途径获取一些处理这个事件的最佳的方案。这个就是第2个课题。我们这次的考核 KPI 的分值呢是20分。结果呢，就是你不然就获取了这个20分，不然呢就是没有分数。那我们讲一下这个规则怎么去分组。实习生呢将会分成4个2人小组，那其中同一个大律师的实习生呢会自动分为一组。比如说跟我的同学洛欣和张启乔同学，他们就会自动成为一组。但是你们就会去想，那其他的人怎么办呢？因为是3个人跟同一个师傅，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你们3个人自己去决定有没有其中一个人呢主动的想去落单。如果他认为自己想主动落单的话呢，就会和另外落单的同学会合并成一组，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自己愿不愿意落单。哦，这也是战略，看看那个落单的人是谁。对。那我们就先分一下跟沈大律师的那个3人小组，想落单的可以举手。落单是好还是不好？看另外一个落单是谁，因为有两组嘛，2个人一组嘛。2位同学希望落单，那这样的话呢，你们就需要去抽签决定。那抽到的那个里面写着“单”字，就可以成功落单。我觉得我的运气总是很不好。谁拿着单字？那么刘一涵和王文翰同学就会自动成为一组。那么，跟关大律师那一组的3位同学，有没有自愿主动希望落单的？所以落单的话，相当于就跟仲宇组一组了。对，可儿觉得上次跟仲宇搭配的还不错哦。还有其他人吗？那么陈可儿同学就会和陈仲宇同学自动成为一组。这个一组是一起做吗？还是一起做？哦，它是合作机制啊，我理解错了。他以为是对手，哦，这一句，信息量太大了。好，我们现在成功已经分了4个小组了。那么这4个小组就开始决定一下，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课题。似曾相识吧，这个表格，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想心仪的案件。可以小组讨论一下吗？可以。对，可以。小心选择，因为那个同一个案件里面的不同组就是竞争对手了 ，OK？ 小心选择。我理解错规则了。你想干掉他？他把他干掉，你的组长想把你干掉。对不起 ，Grady。没事，我们是队友。你想和我做对手？太明显，笑死了。我觉得想选第1个，但是肯定所有人都想选第1个。确实，感觉第2个课题是不是有一点点涉及到什么名誉权啊？然后什么有没有什么？是不是有意欺诈呀什么的？如果说我们有资格选到1吗？哦，我觉得可以吧。我们尽量选1吧。好，尽量选1，实在不行选2也行，就是尽量选1个。行。
我感觉哪个不重要，但是选你的对手很重要。那你希望会有什么对手？就是我感觉，其实我2个都可以。其实第2个我可能稍微熟悉哦，因为你是做的那种。但是我其实知道第1个的那种谈判，我应该更擅长一点，因为我课题2做过那种家庭纠纷的，所以我觉得都 OK。我2个都行，可能偏第1个吧。为什么大家都偏向第1个？因为第1个案件的话，它可能法律关系会简单一点。因为第2个的话又是金融的案子，然后又涉及到这个跨境什么的，会比较复杂。时间到了，各位同学。好 ，OK。那我们开始。仲瑜一定得去调解，他适合调解。好，大家经过深思熟虑，然后互相摸底之后，应该都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了。那每一组派一个代表来抽签决定，然后就可以决定你们组的选课题的顺序。我抽你选，好吧？你谁的手气比较好？我觉得这比发课题结果还紧张。天哪，你的手为什么可以这么香啊？每次抽。3。哇，仲瑜，哦，想选什么选什么，可以。上次名片转运大法起到作用了，名片转运大法。陈仲宇同学、陈可儿是第1个顺序是吗？是的，那我们去写吗？好。好。这个队友选的值得。我觉得你们都毫无疑问。好，第1组同学陈仲宇和陈可儿同学选的是跨境遗产纠纷案。一笔一画。好，下一组抽到2的是哪一组？我和洛欣。好，看看。你就看洛欣选1还是2了。他肯定选第1个，可能会选2吧。我觉得不一定哦。哦，对哦，他选到这个对手是谁哈？就是我感觉，其实我2个都可以。其实第2个我可能稍微熟悉哦，因为你是做的那种。但是我其实知道第1个的那种谈判，我应该更擅长一点。想一下。我感觉哪个不重要，但是选你的对手很重要。洛欣、陈启乔选的是跨境张启乔，太多姓陈的了，我们。跨境金融案。第3组，娄艺涵、王文翰。你决定。1还是2？2写的。可儿5面了。哎，2。这也能轮到我们？我们有狗运。好，所以王文翰和娄艺涵同学选的是跨境金融案。我也画一个。所以最后一组，紫薇
和向志远同学就自然的去到了跨境遗产纠纷案。咱们也来个表情。好。哇，是个太阳。好，我没有。有没有？你补一个。画什么？太有节目了。越画越大，等我在那里画一整幅画。表情包不能输。好，大家都对自己的课题非常有信心。我们看一下现在大家的这个 KPI 的排名。第1名并列的是洛欣和陈可儿同学，是80分。哦，洛欣再赢就已经100%了，他就有 offer 了。他和可儿都是80，他俩现在最高。第3、第4并列的呢是向志远同学和上野紫薇同学，是60分。然后接下来是罗意涵、张启乔、陈仲宇和王文翰，大家都是有 KPI 值的。第一个突破100分 KPI 的同学，他会启动一个特殊的奖励机制。那么同样的第3名和第4名同学，他们如果能得到这个 KPI 的话呢，他们就将会可以和排名第1、第2的同学齐名。那当然，在后面的同学也可以加油努力啊，尽快的追赶上。好，那我们现在分组成功之后，我们就会详细的介绍一下课题的案件的背景和内容。那么，请选跨境遗产纠纷案的同学留在这个会议室，那另外2个小组的同学就跟沈大律师去另外一个会议室。OK， 这边吧。OK。首先，让我先跟你们讨论一下这个案件的情况。这个案件其实现在在内地是有一些受害人的，然后我们这几天的行程是这样的，我们明天早上我们会出差深圳，在深圳有一位内地的律师会跟我们一起处理这个案件。然后就是29号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将会在大约下午6点左右，跟那个委托公司的代表会面。好的。好，谢谢沈大律师。不客气。OK， 努力。好。好，那么我们这个课题的安排呢，就是今天4点和5点的时候会见大姐、二姐。那会见的期间呢，你们就可以去向他们发问，然后可以问出来更多的一些案件的信息。那么3弟方面呢，因为3弟现在是居住在珠海，所以我们会在明天的时候去珠海，会见3弟和3弟的事务律师。会面的时间是30分钟。3弟的话，他的语言是讲中文还是？所有的语言都是普通话。好。那么第3天我们就会回到香港，然后面对3位当事人一起去进行这个调解。所以我们作为调解员呢，就是要对这3位当事人就怎么样去分配这个遗产这个议题做出一个调解。这个呢，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你一定要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但是在最基本的原则上面，还是有非常清楚的指示的。比如说，作为调解员，你首先是要保持中立的，你不可以偏帮任何一方。你做的调解要在大家所有人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去做的。如果有人是不情愿的，不想去做的，你不可以强迫他进行下去。在这之间呢，大家可以想一想调解和诉讼之间的区别。对比诉讼来讲，调解有什么优势？而这些优势是不是当事人非常关注的一些优势？如果是的话，你怎么去运用这些优势，更加的推动调解？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去准备了。好的。好，谢谢安妮老师。谢谢。
我觉得这是目前最有意思的一个课题。那你要好好打呀。那必须的，一定要让你成为第一个拿到100 KPI 的实习生。好，那你这个话说在这儿啊，可不能跟我讲大话。一定要加油。走。然后我们一会儿先讨论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然后梳理一下案情。等先收到邮件。对，我把那个打出来，我们看一下。我把刚才记得发给你一份。好，谢谢。没事。我们是一场同门之间的自相残杀。是的。我们这几天就不要交流，不要交流案情相关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座位？你应该紫薇坐在我这儿。不用，别太把课题带进生活。文案，你为什么会选那个课题啊？我2个都 OK， 然后罗老师觉得那个可能他更有把握一些，我就选了那个。对，罗老师很想打那个课题。不是，主要是我不想跟可儿竞争啊。对，我也不想跟你竞争。恐怖的女人。想跟我竞争是吧？那你是被筛到最后的，我都不想竞争。那你想跟陆老师竞争？不，你每个都不想。倒吸一口冷气，我就不想竞争。2眼一睁，开始竞争。我很困了。发了吗？我发了，那个案件大致始发邮箱里了。然后，咱们俩要不然这样，先梳理一下这个，就案件你觉得比较争议点。好，那我们10分钟后。我觉得就现在，咱们俩一人花半小时梳理，然后就是2个点，一个是你觉得案件的核心争议点，然后可能会涉及的法条，再加上，没事，然后再加上一个就是你觉得下午需要知道的信息，就这3个东西，咱们俩先简单的想一下，然后一起对一下，行吗？就是先这样，然后半个小时之后就是讨论一下。就我感觉这个和问我们那个刑事当事人差不多，就是要让他信任我们，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是专业的。从现在的这一瞬间开始，我们要进入战斗状态，我们要拿这个20分。你要做第一个上100的人。是。OK， 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个案子大致的情况，然后我们现在回到他们刚才分组，正好柳岩姐刚到我们现场，他们现在有2位已经都80 KPI 了，有任何一个人率先过100，就会触发一个隐藏的福利机制，而且这个隐藏的福利机制的内容，据说已经被放在我们此时此刻的录制现场。哇塞！就说今天如果有人100，我们就能开，是不是？不会是让我们过去唱歌去吧？给他们演个堂会什么的？你这个是你是福利，但我们这个就是惩罚了。为什么？干脆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好不好？对啊，那就找起来呀！蛙哥，最有可能的2个人的名牌翻一下吧。哦，你看厉害，对。蛙哥，那边有一个手提箱子，它跟整个书架都不搭，好不好？你们那个密室的怎么？小何同学，这是到了你的班啊！大老师，你怎么这个都发现不了？大老师，你不是玩密室吗？拜拜，老师们，我先走了。我们到。没有锁，到这边来，到这边来。这个手机箱打开之后，你猜会是什么？是一个小手机箱，其实它里面什么也没有。空的吗？来吧。
3、2、1，哦吼，有，是一个文件夹，快念一下。哇！某某同学在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6季实习当中，恭喜你率先获得100 KPI 并成功解锁特别激励机制。虽然此刻实习还没有结束，但我们已经在过往课题中看到了你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成为一名大律师的潜能和决心。这个特别激励就是提前锁定第1个 offer， 直接送出。希望你在接下来的实习中继续全力以赴，也期待你在大律师的路上越走越远。恭喜即将获得我们第1个 offer 的实习生。哦，直接送出。我也想到是这个，谁先过百，谁直接拿到。最后不用选了，剩下所有人来竞争，剩下的1个或者2个，先拿到 offer 啊，就是他已经稳冠军了，是吧？啊，就他直接拿到了，直通了，稳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非常重要。哎，本来这一季最后一集才会公布，他们来这的目的就是要拿 offer， 但他们不知道哎，是不是？他们不知道，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惊喜。但是现在现在情况就复杂了，现在有3种可能，因为他们分在2个队列里。那第1种可能是可儿获胜，可儿100，那可儿就直接拿到第1个 offer。第2个是洛欣获胜，洛欣直接拿到。还有一种2个一起，对，2个人同时拿到20 KPI， 2个人同时到100。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怎么样？我们将由3位大律师在他们2人当中选出1位，送出第1个 offer。那好残忍啊！只能锁定1个。到这一轮，到这一步的话，就把难题交给3位代教律师了。这个确实非常期待，这个把悬念已经拉满了。可以，这个是大惊喜啊！把赛点提前了，那就是这一轮很关键。这个非常关键。那如果我们现在分析一下的话，我们大概觉得谁的赢率会比较大？是洛欣跟可儿吗？洛欣对面可是罗老师哦，怡涵如果全力以赴的话，非常可怕。洛欣说过，他只要想拿第1，他就一定会赢。我觉得洛欣如果知道是这个奖励的话，他平时只是不睡觉，现在连眼皮都不会再眨。怎鸟说一直这样，绝对的，他就一定要赢，因为他你非要用五官来判断，那我再给你个论据。刚刚陈可儿平常都是美丽的仙女，但她刚刚做 case 的时候这样。就第一次歪嘴，我跟你说他歪嘴一般意味着绝对的，他就是有数发力了，就是发力，就是你看我不可儿很有把握。要是知道是这个结果，拿起推子直接剃秃子，说哥们儿不在乎这些了，不用这么狠吗？还好他们不知道这个，但他们知道有一个额外的巨大的一个神秘奖励，但绝对想不到是直通。但是可儿刚才已经我觉得真的很发力了，他刚说我就要这个100分，然后终于说是不是？那你一定要赢。他说是，还要终于帮他加油，你一定可以拿到第1的，我们一起加油吧。对啊。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案子本身来了，我们刚才有提到它会在粤港澳地区来回穿行，粤港澳大湾区的不断融合呢，一体化的脚步是越来越快，所以大湾区的居民生活是越来越便捷，但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不同法律体系下就会有一些极具争议性的法律纠纷，所以我想问一问何律，大湾区跨境的法律案件解决有没有一些特殊性？其实是有的。那原则上你在内地的话，你必须要有内地的执业证才能执业。对，那相当于香港的律师不能到内地执业，内地也不能去香港执业。那但是你看，今天有很多这种案子，它可能两边都会涉及。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聘请律师，或者说律师在办理案件当中造成一些困难。但是呢，在202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政策出台了，就是粤港澳这个大湾区，它包含了一共9个市，香港和澳门，它的那些执业的律师，只要在这个地方考这个证书，他就同时可以在内地的这9个市也可以进行执业。那当事人就不需要在内地这个地方请一个律师，在那个澳门或者香港再请一个律师，所以这种交流其实是越来越就是便捷了。我还有一个补充。是今年起是实施的，就是香港内地的相互认可强制执行民商事的判决，就是说民商事类型的案件，它这个判决是共通的，都是内地和香港是彼此认可，就是说你内地判了这个判例拿到香港去也是可以执行，它这个民商事的这个领域是共通的。对的，对的。我们老说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优势，这里面展现出了在制度意义上的优势，太棒了，太棒了。对。哎，我发现仲瑜他上一次收集了所有人的签名名片之后，他这个转运大法生效了耶！不仅上一期的模拟法庭当中获胜了，这一次的抽签运气也爆棚，每一次选组总是能够跟心仪的小伙伴一组。想问一问看，各位有没有什么独属于自己的转运小技巧吗？您呢？
从来不信这个，是不是？就信自个儿的实力。我曾经也是这样啊，但后来打辩论的时候，我们之前在青岛打比赛，那场大家都觉得要输，然后赢了，我们就找这个赢了的原因是什么？喝啤酒了。哎，真的是喝一种饮料，它不是啤酒，是崂山可乐。就那个只有在青岛才能买得到的一种可乐，唯一在那一次之前，每个人喝了一瓶崂山可乐，它是变量对吧？然后我们就唯一的变化，然后我们就找到了一个那个崂山可乐的空瓶子，就是我们之前喝完了的。我后来才知道，那个瓶子被整个校辩论队保持了好几年。吉祥物了已经。每一次上打比赛之前，大家都会拿出来，然后在心里默默祈祷一下，找一个信念感寄托的哈。我不知道那个名片是不是对仲瑜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我有个很诡异的啊，你们有养过牙膏吗？养过。什么东西牙膏？你们在说什么？动词跟这个名词是听了就已经有问题了。养牙膏很棒，什么意思？养牙膏很棒。水池嘛，你会掉一块牙膏。然后但是牙膏会干掉嘛，它会变成嘎巴，就是你老是给它泼水，它那个水你洗手，比如说浇到它的时候，它就会慢慢从干在丰盈，就是在湿润回来。对。然后这个湿润的过程，因为你会看到那个水流不断的冲刷这个牙膏，就有一种就是人生冲浪很有正能量的一种感觉。是。你想啊，你每天早上起来，对吧？很困了又要去上班，你就整个人很不开心，然后刷牙的时候还把牙膏滴在这个地方，很糟心，对不对？但是今天你换一个思路，牙膏宝宝在今天诞生了，有没有？就是它掉在那个地方，哎，它一个生命，哎。所以你每天早上看见它的时候，你就给它浇水。哦，今天宝宝也跟我在说加油。所以那个牙膏是永远不擦掉的。也不是，它某天掉了就掉了。它会越来越小。但是没关系，你就再新生一个牙膏，因为刷牙嘛，总会嘎当它就掉了。这么冷门的事情，你们两个居然碰在一起了。你们要不要去试一下？就是你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好想试，我真的想。它不是一件糟心事儿，它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但是我去你家做客用洗手间的时候，我会替你把它擦掉。对啊，我有洁癖的，我看到我很难受。你还我牙膏宝宝。一进去正抠呢，是吧？在这儿啊，但这个确实有带来运气吗？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啦，就是有一种像人家积极心理暗示这种，就有点像纯叶姐，她养牙膏，我养石头。啊，石头，刷牙的时候要把牙膏滴在石头上，是牙里的结石吗？养这个石头，说哇，这颗石头宝宝今天在这里哦，千万不要出来哦。就永远不去洗牙是吧？就被他养大。这个有味儿了，不行。石头怎么养？就是你放一块自己喜欢的石头放在工位上，你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是那个意思吗？就是说别人从我这是我的垫脚石，就是因为。我曾经试过在办公室养一些植物，但是有些时候照顾不了它就会死掉，但石头不会。废话，石头怎么死掉？其实很多仙人掌也很难死掉，但是会死哎。仙人掌的养死那个时候会有挫败感，你懂吧？但养石头它就会活着，然后你就可以有些时候你就跟他说一些话，还要跟他说话。哎呀，今天哪个客户特别不礼貌，我很不开心。它就吸收了你的负能量，是吗？对，是的。怎么回答你？柳岩姐该到了。那个石头怎么回答你？丢，噔，它就蹦出来了。不，孙猴开始跟你。他沉默不语，他默默的承受。小何，律师行业压力是不是太大了？你呢？你都跟牙膏说话，你笑别人跟石头说话的，你这。但是。我理解了小何的这个心态，因为他这样一定在公司里特别受照顾，运气就会好。因为他那儿自个儿跟石头说话的时候，旁边人都会说小何有病，咱们公司里就对他好一点。哎，怪不得我这么做了之后，同事们都对我特别好。你看，旁边说咱们照顾点小何，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啊，得到了更多的爱。但是我比较理解这个，我就是相信好运一定都在我身上这种。我起床铃声都是掌声。好的，这个世界我又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这个我要学，这个我要学。起床铃声变成掌声，然后欢呼声，说你看看迎接自己，就是这个感觉，就是那。哎，我之前听有一个说，他因为他每天醒来发现是自己而感到骄傲。说那我是一个演艺人员，那么什么能给我自信的？掌声，然后把这个对我觉得就是能给自个儿一些激励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个很好，我要改。OK 了，我们不知道仲瑜的这个转运是不是只在抽签中有转运，还是在 KPI 的争取上也有？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见当事人的情况。
你在干嘛呢？我们一会儿要见委托人沈大律师，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我刚发现这个惠普SingBook Pro 14里的惠小薇智能助手有很多功能都很好用。小薇，我在呢。打开会议笔记。好的。它能实时帮我们记录好会议的内容。那我们等会儿跟客户见面，是不是可以用它来做记录呢？对啊，这样我们就不会遗漏重要的信息了。而且惠小薇还可以帮我们用 AI 总结归纳。真方便。小薇，我在呢。提醒我1个小时之后整理会议记录。好的，我会在今天下午17点49分提醒你整理会议记录。太好了，这样就不用担心我们自己会忘记了。喂。啊，周女士，您到了是吧？好，我们去接一下您。好，请稍等。好，拜拜。客户到了，我们去电梯那块接一下，然后进大的会议室。好的。周女士，你好。您好，这2位是我们的实习生，单任紫薇和向志远同学。好，他们会担任调解员。好。您请坐那边，这里。一个一个分开见的。要喝点水。谢谢。没事。周女士也是特意过来，就是做这个会谈，然后我们的时间就只有30分钟。好，所以大家好好合理利用时间。好的。好的。您好，周女士，我和我的同事今天将代表安妮大律师，就您和您的弟弟妹妹之间存在的遗产纠纷进行调解。然后今天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想向您多获取一些这个关于纠纷的信息，然后了解您的诉求。下面我给您介绍一下，就是调解员的一些在调解过程中的一些职业操守。就是我们作为调解员，因为要协调您和您弟弟妹妹之间的3方的利益嘛，对吧？所以说我们会公平的对待调解的各方，对任何的和解条款呢都不会有个人利害关系，也不会偏袒任何一方。然后呢，在整个调解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资料，我们所了解到所有信息都是严格保密的，这些资料也会在调解结束之后全部销毁。然后未经您的同意，我们也不会把您告诉我的信息去披露给调解的另外几方人。所以说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完全的信任我们，然后希望我们一起能达到一个最终满意的结果。好的。好。方便问一下您就是现在的婚姻状况吗？我现在就是跟我先生住在一起。对。您有子女吗？有2个女儿。好的。对，一直他们都是在陪伴着我妈妈。所以其实，在您3个兄妹中，您的这个照顾是比较多的，对于母亲是吗？就主要都是您在照顾。对，主要是我。大姐在照顾。因为我妹妹她工作也比较忙嘛，那我弟弟在内地，在珠海，就更不方便嘛，所以主要我又是大姐，就照顾多一些。照顾多一些。您现在是工作吗？还是说全职在家？我现在是有个工作。大概收入怎样？方便透露吗？就是才2万块钱左右。好，这收入不高啊。香港的话是很一般的。香港不高。那您家里主要是您先生承担这个家庭开销吗？是的。您先生的收入方便说一下？他也不是很高。好。我这儿有一份那个22年的遗嘱的财产分配情况，我给您看一下，您确认一下我们的接收到信息是不是有误。我梳理一下，就是第一份遗嘱，你看大女儿获得了九龙塘的70%，然后半山的全部，这半山的公寓非常贵。我感觉这个价格可能是沙田的2倍。可以问一下它价格？对。然后沙田的50%，然后二女儿她的全部收益就只有九龙塘公寓的30%，所以她是分的非常非常少的。然后小儿子呢，他是获得了沙田的50%和所有户头内的现金。
是的，它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现在我们有2套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荔枝角的那个有一个工业大厦，对，没有在里边。还有就是珠海的有一套那个商品楼没有写在里边。就是我想跟您就可能问的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啊，就是因为这个遗嘱中它显示的情况，其实您分的财产会非常多，就比如说半山这套公寓，它现在的市价可能都要1000多万或者2000万，对吧？就整体来说，您可能就是您分到的这个利益可能会是您妹妹的7、8倍这种。您觉得这是一个就什么样的原因？因为它这个看起来这个就是因为我就是从小出生就是住在那个半山，然后我的孩子出生也是住在那个半山的那个房子，然后我妈妈和我2个孩子的那感情也都特别好，而且我妈妈她也说过，就是我的2个女儿只要不出嫁就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就是妈妈就有这个意识，就是要把这个房子就是留给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最终的分配结果，您是希望保留这个半山的公寓，一定要留给您，是吧？对，这个一定要留给我。全国香港都是山上的房子贵，好的房子在半山。那弟弟就像您住在半山，您就会说我一定要半山的这套公寓。那可能弟弟他住在珠海的别墅，他可能也会说，他想要做50%，就您手上的50%，就他想要100%的这个别墅，您觉得可以吗？这个其实就，比如说那个半山那个房子，要是全部都归我的话，那这个珠海的这个。反正我也不知道它的价值是多少，但是要是没有超过我这套房的这个价值，我是可以放弃。好，那关于这个沙田的公寓和九龙塘的公寓，您是觉得如果妹妹想要的话，可以谈一下吗？这个我觉得妈妈分的，我觉得是。还是比较合理的，对，我就不想再退让，因为你也知道妹妹她拿出来的遗嘱，她说她想要1/3，就是2女儿提供的遗嘱内容就是3名子女平均分配，她诉求可能就是1/3。对，我也觉得，我觉得她诉求就是大家都差不多。妹妹那个遗嘱，妹妹那个遗嘱，我觉得根本就不成立，因为她这个遗嘱是在妈妈，离世大概是前2个月，对，而且这都是手写的，而且就是妈妈只是好像是签了个字，连那个印章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律师见证，甚至没有印章，对，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念给妈妈听，说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就真的不清楚，他要不拿出来我们都不知道呀，然后也没有任何见证人都没有啊，我觉得都根本就不成立这个。如果签的时候拍下视频，会不会更好一些？要拍，我觉得，对吧？但是这件事，他就感觉是不是在逼他妈妈的做这件事啊？这个不清楚，这就能看到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啊，周边的情况啊，是不是被迫啊，清不清醒啊？好，我们30分钟会面。周女士您好，我是陈可儿，这位是我的同事，也姓陈，陈仲瑜啊。然后我们主要是负责您这一次的整个调解。然后本次我们会见的目的呢，其实想了解一下您这一边的诉求，这样子的话，我们正式开始调解的时候，可能也更好的能够去推进，然后达到一个真正调解的目的。然后您放心，我们今天谈话，我们所有的内容，包括之后在调解中出现的所有的内容，包括您给我们提供的所有的材料，都是保密的，之后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呈堂性，所以您就放心的跟我们去阐述整一个您的诉求，然后整一体的这个信息就可以了。好，谢谢。然后您大概现在的月收入能达到多少呀？20万吧。收入20万。跟姐姐差这么多啊，10倍，这可不可能也是妈妈考虑的原因啊？就觉得是不是她的能力会更强一些，所以。您的婚姻状况大概是怎么样？我们前2年离婚了大概是几年的时候？2021年。就是在上一份遗嘱订立之前。对。然后您没有任何的子女？没有。
然后我们首先的话是想大概和您了解一下，因为其实看到目前有2份遗嘱嘛，一份是您拿出来的2024年的这一份，还有一份是2022年是您姐姐拿出来的那一份遗嘱。您现在就这些物权，您有怎样的一个明确的诉求？我的诉求就是我要这个财产平均分配。明白。平均啊，姐姐肯定不同意。24年的这个遗嘱是您母亲主动提出要订立的吗？还是？对，那时候是我去医院探望母亲的时候，我谈起了，就是我觉得母亲对我们姐妹3人的这个偏心嘛，是不是？然后我母亲为了证明，其实她对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她就马上立下了这个遗嘱。是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决定，是您跟他表达了这个想法之后，然后也是由您去书写起草的。对。代书的还是？您觉得就是比如说您母亲的这个精神状态，她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时候我母亲的精神状态挺好的啊，因为我本身是学医的，我觉得她那时候的状态比往前的都精神。整一个遗嘱中有那个遗嘱的一个电子键吗？没有哎，因为我母亲不识字。然后那个时候呢，是我就叫护士小姐马上拿了一张纸过来，然后我写上，然后让我母亲签署一个交叉，这样子。好。那一份遗嘱，护士小姐当时有见证吗？这个没有哎，对法里只有我跟她2人，只有您和您母亲。就这个很关键，因为你签署遗嘱的时候，你要保证他自己是有这个认知能力的。只是签名的话，一般还是要有2个以上的见证人的。然后您母亲有盖他的那个小印章吗？当时在医院没有盖小印章，没有带。但是您知道他就是会有这个印章的存在。有。您是知情的。对。这份遗嘱的话，我们有原件可以看到。有啊。可以，但是没有带过来哎。可以方便您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您带过来吗？可以的。好，谢谢您。您如果说对于整一个所有的这个产权、不动产权，您对哪一个不动产权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倾向性，是您必须希望能得到的吗？主要是我觉得应该以母亲离世以前的那个遗嘱为主。就是2024年的这份遗嘱。对。就是您是觉得2022年的那一份遗嘱已经完全失效了，因为2024年的这份是有效的，这样。对，没错。还有一个事情要跟您确认，就是您母亲生前说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这个账户里有很多现金是吧？大概是有多少钱？这些都会留给弟弟是吗？这些呢具体有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我估算啊，应该有500万到1000万。但是我现在怀疑啊，可能我妹妹把这些钱都给挪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她2年前她离的婚，离婚她可能需要请律师啊干什么的，需要一些费用。我觉得，我妹妹会不会把她就是私自挪用啊，或者转到她账户上？因为这些东西，因为我妹妹文化比较高嘛，所以我妈妈去银行办理这些东西都是她来负责的。您母亲的这个银行账户里的这些事务都是您来负责是吗？对。然后，您大概知道这2个银行它的存款和股票大概价值多少钱吗？早年的时候就有1000多万，但是后来呢，我母亲呢遇到这个网络诈骗，所以呢亏了不少钱，现在只剩下100多万了。只差这么多。因为您大姐说，就是您之前离婚，可能请律师也有一部分花费是在这个。母亲对您有支持？没有过这方面的钱。主要是因为这个也比较麻烦，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有一笔钱，然后现在呢，您说是诈骗走了，但是您又没有报案嘛，就是会比较难以向2个这个姐姐和弟弟证明，就是说这笔钱真的被诈骗走。对。所以他们总以为是我私吞呐。我妹妹其实她什么啊？她本身她花家里面钱也比较多，因为她都出国去留学啊干什么的，是吧？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我那时候在留学，那时候的物价还没有现在那么高。然后她2个女儿留学全部都是我支付的。他资助过大姐的2个女儿。
他现在他离了婚，他只分了2套房子，还有2000万，然后他自己每个月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然后他自己又没有儿女什么，没有孩子，他一个人过。其实他真的没有必要跟我们来争这些吧，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您觉得在整个调解过程中，您有没有进一步想要告知我们的诉求？希望我们能帮您去达到。在这个财产分配上呢，我还是遵循我母亲最后一份遗嘱，就是平均分配。对于我母亲最后立的那份遗嘱，我姐跟我弟他们对我的那一种不信任，让我觉得很伤心。所以我必须要他们郑重对我进行这个道歉。理解。好的，谢谢您。那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了。好，那我这边最后就很简单的问您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假设2024年的这一份的遗嘱，它在法律上没有足够的效力，在目前母亲的这些资产里面，有没有您特别看重想要拿到的？没有哎。包括您对这些翡翠啊、珠宝呀、玉饰，你也没有说有特别大的。有。就是我送给我母亲的项链，和手镯，我必须要拿回来，因为那个是值得我珍藏一辈子的东西。好，谢谢您，非常感谢您的时间以及您的信任。谢谢2位啊，谢谢。那我们后天下午的时候再见。好的，谢谢周女士。2姐跟大姐长得有点像，我甚至以为是大姐换了一套衣服。你们的电脑在此地。你好，我是3D， 我来和你们谈一谈。你好，是周伟国先生。没错，我刚从珠海过来，风尘仆仆的，有水啊。那这样吧，你就不要参与这场这个遗产的这个争夺了吧。为什么？你就收拾收拾东西回珠海吧，请你吃一顿生蚝，差不多得了。我也是妈妈的儿子。周伟国先生。您在珠海是有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没错。那您对于珠海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有没有什么？我认为这与案情无关吧。我们今天就是谈案情，我的时间很宝贵的。我觉得3D 太难搞了，我们就不要去 media 他了。差不多他洗睡了，我们走了。先早点回去吧，我就想再过1个小时就回去了。把刚才的那个整理一下就回去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整理一下。Come on， 我们再整理一下。新的一天开始了，头好高。等我穿那双鞋的时候，我就更高。不许穿，你穿我也穿，你穿我也穿。哎，真的5厘米的话，我可能会比你还高一点。应该会。恨天高，那我那天就不站在你旁边。嘿嘿，走吧，咱去整咖啡。这瓶子还挺好看的。Hello， 今天这么早？因为要出差了，所以提前来这儿准备一下。哎，你这身看起来很不错呢。对，我特意选的 Tommy Hilfiger 全新外套。你看这个袖口，我很喜欢，它是品牌经典的学院风红白蓝配色，而且这个外套是双面穿的，可以随时切换风格，搭配里面这个牛津纺衬衫，就是能轻松 hold 住各种场合。不错，简单又不失随意。对 ，Tommy Hilfiger 一直都是经典中又不是时尚，绝对是职场必备穿搭。好，那我们去收拾一下行李，一起出发吧，走。我今天感觉异常的困，不行，醒醒！一会儿在车上可以睡。醒！醒了，而且说话更快了。好，太棒了！好，加油，快去吧。我们去会议室吗？也可以去会议室。我们要不要给周伟国先生和他的事务律师携带一些香港的特产，比如蛋挞、
其实我觉得是有助于和调解的。调解那天，如果正好中饭结束，下午可以给他编点吃的喝的。我也觉得，因为这真的就是有助调解，本来就是大家更轻松一些，对，就不要那种剑拔弩张。敲。我们两个大漏勺加在一起，就是超级大漏勺。紫薇，你们做的怎么样？我要立马盖住。哇，遗嘱有什么争议啊？又来套料了。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做的还可以。我们现在正在准备问的问题。哦，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说的吗？我觉得就是可以问一下他们，抛一个我在准备的东西，对，然后套你更多。叫什么名字、什么年龄，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信息，一定要问一下。是，我信你个鬼！我感觉有个瞬间他是想说的，他只是反应过来了。OK，let's go。好，加油，加油，加油！今晚见不到大家了。是的，明天才能见。明天见，拜拜，拜拜，加油！拜拜。 OK， 拜拜，拜拜。去深圳啦，出差了。天哪，这个云雾缭绕。啊，同学们，我们走吧，出发啦！好。我突然想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关大律师，您和安妮老师和沈大律师有在庭上互相对抗过吗？有啊，不是对抗，安妮老师当法官的时候。哦，真的呀？结果就不说了。他当法官的时候，我也有一个案件在他面前。有一种要春游了的感觉。对。快要进隧道了。港珠澳大桥，马上要下去了，下到那个海底了。我们当时看的就是这个，就看到深到海里面去。对，我们当时还想，为什么这两个道之间没有连接，就有一滩水。就是可以让船过去吧。好像说这一项就是工程的海底段，破了很多建筑史上的世界纪录。太漂亮了，港珠澳大桥，深到海底一段再出来，蛟龙入海。好的，珠海，我们来了。我们到了。哦，怎么这么快啊？我们分开行动，一组先去见委托人，另一组在酒店准备。你们现在好像玩船很不紧张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你紧张吗？现在突然有一点。是不是本来忘记了？我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一点是在参与过就是最早的那一次面试之后，见到您三位大律师，当天晚上回家我自己做了一些调查和搜索，我就找到了你们的这个具体的档案信息。所有人吗？除了沈大律师，就您二位都找到了。我去找了半天，我都没找到。起底了，我们被起底了。私隐条例。我们名字有播出来吗？一开始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纯靠样貌搜的。真的假的？所以沈壮的样貌没有很。我当时没有记住。大律师找不出来，不要让他听见。沈大律师看起来就是很温和，但他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能够让人一下就记住。你还是别说了。不要讲了，越讲越碎。手动里面。糟了。但沈大律师现在记得非常的深刻。不要讲，不要再找我。来一句诗吧。不是你们就觉得他像一个香港的明星的吗？其实我觉得这可以说吗？现在这个感觉更危险了。谁呀？更危险。其实我觉得长得很像小黄人。
对了，像哎，太像了，小黄人太像了。你真的不怕死啊？真的很可爱的那种，很 Q 萌的感觉。就第一次面试完，他们就问我，然后我觉得你之后的 KPI 很危险。放心，保密，我是保密的，我会替你保密。我保密，保密，不要有任何流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还好这个课题我们俩不是跟着上大学，我们俩都可以不用做。但他是你师傅哦，对，他是你师傅，你不会为了跟他套近乎把我出卖？哦，不会，放心的。我们到了。OK。哦，这不是他家里吗？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哇，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泳池。哇哦！哇。再问一遍，你们现在不紧张了啊？稍微还好。好，观察一下这个，拍一下照片。它这里确实挺像新婚礼物的，感觉还挺适合一家人住。我也觉得。谢谢。谢谢。哇，这里的电梯也不错呢，楼层也还是顶楼的，看看值不值2500万吧。哎呦喂，这房子他妈是多有钱呐！这是顶层复式。我现在明白他们为什么打官司了。哎，您好，您好，您好。不用换，直接啊，您好，好，您好，周先生。哎，您好，周先生，我是那个陈。你好，哎，你好，你好。陈仲宇。我是那个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律师。谢律师，我的名片。你好，你好。周先生，我的名片。啊，你好。陈仲宇。好的，好的。来，请坐吧，请坐吧，来。谢谢。谢谢。周先生是我的同事，陈仲瑜，然后我是陈可儿，然后我们是会为您负责这一次的调解，就是关于您的这个遗产纠纷案件。行吧，行吧。然后这一次我们所有沟通的内容都是绝对会保密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如果中途您觉得想要终止这一次的调解，我们就可以随时退出，没有关系。对，我们只是希望促成您和您的姐姐们达成一个大家都其乐融融的一个结果吧，帮大家解决问题。对。他真的好适合跟人沟通，对，可以很舒服。我们看到，其实关于这个财产里面，您其实有描述说，珠海的这一套房产以及另一套别墅，其实都是您母亲作为结婚的时候送给您的结婚礼物。作为结婚礼物的话，结婚礼物说不定其实也只送了一套，就是这个。哦，他没有具体说结婚礼物是指，他指的是2套。他说实际上是妈妈送给他的结婚礼物，那为什么要写他爸妈的名字呢？如果是送给他的结婚礼物，或者说孝顺的礼物，为什么当时买的时候不直接写他的名字？没有写他名字，会不会是他的爸爸妈妈不希望这个房产最后被算到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所以说做了这样的一个处理，他是怕女方先走，他是这种操作。他和大姐之间最大的争议就在于珠海的别墅到底加上商品房有没有超过2500万。但如果这2套房子超过2500万，他跟大姐之间，我觉得还是有要去调和的地方。确实有一些疑点。对的，是的，他有口头就是答应给我的。有任何比如说书面呀、聊天记录啊，也可以更好的推进我们这个调解的过程。这个没有，都是口只有口头。当时姐姐妹妹们有在场吗？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不知道他老爸老妈有没有跟他们去说。明白。但可以确定跟我说了，明确的是把这2套房子是给我的。理解。这个我给当事人补充一下啊，珠海的2套房产呢，我们认为是，就是周伟国先生这边妈妈是的，对送给他的结婚礼物，而且我们也认为这个房屋呢，一直都是周伟国先生使用的。我们水电费啊、维修费这些都是他来交。明白。像这个支出费用，您这边有明细吗？这可能也能更好的推进我们这个调解的这个过程。这些物业费啊、管理费，这肯定都是有明细的呀。对啊。您下一次调解的时候方便就我们带到现场吗？可以的。就麻烦您这边带一下。您是哪一年结婚的呀？我是10年啊。10年，然后其实已经14年。这个房子是从什么时候购置的呢？这个房子是10年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买的嘛，当时就是我妈说资助我们，就是给我们转了钱，然后我们自己也付了一部分，就买了这套房子。
然后那套房子的话是我妈他们爸妈有时候也过来看我们，不太方便。他那套房子也差不多同期买的。是这样子。后面我们就过去，然后太太小孩觉得还挺舒服的，我们就一直住那边了。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差不多搬过去的。明白。那其实您母亲有没有跟您说过，比如说您也出钱了，然后也是送给您的结婚礼物，当时产权证上写的是您父亲母亲的名字？怎么说？我就有些话不太好说，因为当时我跟我太太结婚，老妈她就有点戒心嘛，她就不想把我太太名字加上去，所以她名字就放在她自己名下。但她口头呢就是已经确认是要送给我的，就这么个情况。明白。然后您当时出资的话是出了多少钱呀？当时我这个房子的话就是1160嘛，他转了900万给我嘛，我自己出了260万这样。珠海的复式1160万，那真是超级大了吧？超级大了。他等于就是资助我的嘛，不是，对，也不叫出嘛，但就是给我的，明白。意思啊。另外一套别墅的价格大概是在多少？当时买的时候是800来万吧。800来万。现在这2套房的市价是不是都有比较大的一个涨幅了？肯定是有涨幅，它具体涨多少我还真不清楚。因为没有那个意向去卖或啥的都是，所以没去了解。看得出来，陈仲宇和陈可儿他们俩准备得很充分。该问的信息都问到了，像房子的具体信息。另外一套别墅具体的位置是可以跟我们透露吗？就在红树湾那边，311平。了解。还有周先生的其他诉求。在目前有这些资产里面，还有什么是您个人会比较看重的？有一套那个钻石项链和那个钻石耳环，我太太比较喜欢啊。就是只是您希望能拿到，但也没有说很强烈，因为您母亲当时也没有表达，是吧？您也理解，对。那像您那个银行内的，就是分给您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现金，其实您有了解过这个具体的金额吗？听说是1000来万吧，然后还有一些股票什么的。还有股票？之前呢，我母亲有1000多万的，但是她因为那个网贷受骗了，所以呢，现在只剩下100多万。我觉得关于网贷诈骗这个事情，要不这么问，就可以问一下他，您知道这些账户现金的金额大概是多少吗？可以。如果他没有怎么说，那我们就不要带出这个事儿，引发他们的矛盾。我也觉得，纠纷会更大。对，厉害。如果他不提，我们连受骗可能都先别问。就我们尽量多的去了解情况，但是不要把我们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任何的矛盾，或者是说可能引发矛盾的点都不要提。好。万一他不知道，还是主要以获取情报为主。那我们把这个改一下。明白。您自己有炒股的习惯，或者说有了解到您母亲有炒股的习惯吗？我自己不太炒股啊，因为我做实业的啊。但我大概我知道啊，知道是他有一些股票啊。您说您是做实业的，您是什么职业？我开了一家物流公司啊。那您现在有没有一些负债方面？没有的。好。我公司效益还不错。好，那就是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一些财务上面的难题，现在要去。也没有。物流公司很挣钱，听上去。明白。因为您也是之前在香港嘛，对于半山的那套公寓，其实根据22年的话，是没有分配给您的。您觉得给您姐姐周芳梅女士，您觉得是 OK 的吗？这个我对香港那边的出资我没什么意见，我还是对。没太那么好。对，珠海这边的就都给我了，你们争的你们也用不着，那香港那边就都给你们了。理解，因为我们其实也是觉得，因为您主要生活在珠海嘛，然后您的生活其实也可以说是非常富足、非常幸福。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然后可能我们在就是后续可能跟姐姐的整个调解中，尽量也是帮您去争取说拿到珠海这2套房子，因为本来也是属于您的礼物这个方面嘛。其实您的姐姐意愿是，只要您带上这个依据过去，他们也都是很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合情合理的。但是没提二姐呀。然后香港那边的话，其实您是觉得22年的那个遗嘱是有效力的，24年其实您觉得您2姐主张的这个遗嘱是完全无效的，是吗？对，我是比较就是基本接受我就是22年我大姐那个因为这个24年这个说实话呢，我2姐就是平常就比较少去看我母亲。一住院了老妈住院了，她就去看了。明白你。然后又拿了这个所谓的遗嘱，又没有是吧？就一张白纸是吧？又没有盖章，又没有啥的，肯定不认的嘛，这个对不对？没道理的。
都觉得二姐这个，因为要平分她的呀，她就会少很多。对，她这个房子都不保，都可能住不下去。这个自述遗嘱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二姐的那一份遗嘱的话呢，首先她签字是不完整的，应该是只有一个交叉的一个签字形式，所以她的签字形式其实是不太确定是不是那个母亲做的一个签字。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她精神状态这一块，我们也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认为当时是母亲已经非常病重了。明白。对这种情况下，她做出的这个遗嘱效力，咱们是应该是存疑的。是的，理解您意思。对，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是按照2022年那份遗嘱来进行一个分配。明白。您母亲住院之后，您觉得她的当时那个精神状态大概是？说实话，就不是很清醒，偶尔会清醒，会认识我啊。哎。但其实二姐她有一些这个医疗方面的经验和资源嘛，比如说像母亲住院，会不会可以帮忙协调一些比较好的病房啊，找比较好的医生来帮忙？没有的。我了解的没有，就后来其实对于家里面的这个关照相对是比较少的。对，您跟大姐和二姐你们的这个关系怎么样？平时？说实话，我跟我大姐关系就是平常会好一点，平常来往比较多的。二姐这个人，我都不说她了，反正就比较少来往吧。比较那种感觉比较虚荣，有势力这样子的。为什么？为什么？就感觉其实您双方都很优秀啊，您在这个珠海也事业有成，二姐在香港也是很优秀的医生。那您这个就是有什么矛盾吗？主要矛盾是因为什么？怎么说呢？你就打个比方，就想他那个时候去读书嘛，去英国读书啊。说那什么家里面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也不是太好。他非要吵吵闹闹，非要去英国去上那个学，家里也花了一大笔钱。所以您主要是觉得给家庭造成了一些压力，然后就是对。另外一个，你看老妈，就是你看21年她就是有轻微的那个老年痴呆，是吧？住在家里面也很少去看她。这个很重要哎，21年就老年痴呆了，但是她是轻微。其实说实话，这个就不应该。一直大姐都在照顾我还偶尔去，她的连面都没见过。这种母亲住院了，她才去搞这个什么遗嘱出来，是吧？这谁受得了？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大姐她的这个收入应该是3姊妹中比较差的，对，然后还有2个女儿啊，是。如果最后调解的方案也多给大姐留一些，您是都可以理解。其实你看，像老妈那个2022年的那个遗嘱，实际上也是比较偏袒我大姐那个，所以我也是比较基本认可，就是除了我珠海这个房子之外，其他的都按照她那个去没问题，是吧？所以就是大姐，因为她现在住在半山的公寓，如果她就是一定要半山的公寓，你也都完全没有意见。没问题。好。这一点谈妥了。大姐完整的半山公寓，她拥有完整的珠海2套房。对，那这样二姐就没啥。那你目前就是对于这个遗产的情况，就您有什么意见吗？说实话，我的诉求主要是就是说，我这珠海现在不是有2套房子嘛，就是这2套房子都归我。我这边替当事人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这2套珠海的这个房产，一套是商品房吧，然后另一套是别墅，2套房产呢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诉求。其次呢是这个工业大厦的问题，我们这边呢能够最大的限度的一个让步，就是说这个工业大厦呢我们可以同意平分。那么其他的一个财产，比如说那些珠宝呀、首饰啊，还有一些存款，我们认为就按照2022年的这个遗嘱去执行，应该都是归周伟国先生所有的。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诉求。珠宝首饰和现金全给他哎。之前22年的遗嘱说的是给他的全部哎。了解。您对母亲银行里的这个账户里钱，您是有大概的一个预估是吗？因为就是说实话，就是我妈有多少现金我不知道啊，大概反正我据说有1000多万啊，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如果就是其实母亲她生前的一些花销，比如说像雇菲佣啊，然后她有一些治疗的费用啊，如果说到时候钱没有这么多，
您就是会有一个心理的落差吗？还是说您就接受就不是多少？就把正常的花费你花不出去，你就像这次他那个上账费用都是我出的，是吧？你把那些钱就是全部都扣了之后，剩下的归我就行了嘛，对吧？然后有一个需要跟您确认的事儿，就是您之前主张说这2套房子是归您所有，您是不希望把它放进遗产里进行讨论，还是说就是放进遗产里讨论，但是希望把这2套房子分给您？2022年的遗嘱，他提到说，小儿子只有半套沙田的公寓和半套珠海的别墅。然后珠海这套商品房在遗嘱里面有提及，那就是法定继承，对吧？就每个人1/3。对。到时候如果他要问那个房子产权问题，我感觉我可以给他解决。可以。说实话，这2套，特别是这套房子，是更加不应该放在遗产清单里。就是他心里已经默认这是一个给他的礼物了。因为这个是10年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母亲就给我转了钱，我也付了一部分钱，然后这个呢，他为什么就是没有放到我的名下呢？因为我娶了太太嘛，他就是可能不太放心，有戒心嘛。对，但是您知道这内地的法律，它就是完全是所有权是依登记为准嘛，就是这套房产大概率还会被放进遗产部分。但如果说您能证明您曾经有部分出资的情况的话，比如说按照出资的比例，就是会有一些所有权的划分。这是之后去法院，就如果真的走到不好的那一步再讨论，我们就先不讨论这些。这个是我妈明确给了我的。完了，急了。其他的你按那个2022年的遗嘱去，我没意见，是吧？这房子是这个是不没得讨论。但其实您母亲立的22年遗嘱已经把那个别墅其实是纳进了遗产范围内。他太实诚了，让他别说了。您是觉得这套房子应该是您的婚房，但是别墅可能还是在遗产范围内，是吗？别墅呢，我妈也是明确表示过赠给我的。因为我爸去世之后，他们也很少来，然后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搬到那边去了，这个房子就空下来了嘛。然后他说，反正珠海的房子到时候也给你的。我妈心里也一直比较好，也就一直没有办这个过户手续。紫薇现在真的变成紫薇了，真的委屈的不行。理解。我说实话，我的生活、我的工作都在这边，这2套房子我是必然要拿下来的，对吧？他这个表达的方式，他比较直接，有点硬。不要急。好。理解，就是这个，我们也和大姐和二姐已经沟通过了。其实2个姐姐对于您的感情也都是挺好的，大姐也是完全都能理解说珠海的房子到时候是留给您这些情况，所以您可以平静一下，就是我们没有就是要抢走您珠海的房子。圆回来了。然后现在我们调解的话，这个遗嘱我们可以作为基础，就是也会考虑到您和您的姐姐的这些诉求，然后尽量的去满足你们每个人的需求。你觉得可以吗？你看，你只要委屈加个您觉得可以吗？当事人的语气一定会软下来。就是调解，我说实话，作为兄弟姐妹来说，谁都不愿意走上法庭，对，是吧？对，你能调解当然是最好，是吧？对啊，特别就是我们再强调，我们这2套房子是我妈明确给了我的，这个就不能拿出来做什么，你去做分割的。理解，因为现在我们了解到妈妈的遗产的这个数量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其实就不一定要把这2套房子给放进分割。我们可以，比如说您拿了这2套房子，然后可能姐姐就会拿香港的房子，世源也不能认可。就是我们在总价值方面，对于尽量的去平衡每个人1/3，或者说，其实说实话，我妈在世的时候也跟我透露说那个二姐对她不是很好，都说要少给她分的，她现在平分，我就不舒服，对吧？对，是不是？而且她家里条件那么好，对，您说其实她就一张白纸啊，这差的。那父母母亲在平常好的时候他没去看，就住院的时候他去看，他就是预谋的搞这个东西呢。但我觉得您就是您这样其实说自己姐姐也不是很好，因为这个指控也是挺严重的一个指控，对吧？不能去评价。他如果说伪造文件，然后就是欺骗母亲，这种其实对姐姐来说就算是真实的，他也跟我讲了，他说。就其实我们了解到二姐就是可能作为夹在中间的这一个，她总是就觉得自己受的委屈会更多，她主要是一个情绪上面的表达，
他可能还是觉得很委屈，就是被自己姐姐弟弟去怀疑他拿出的这一份遗嘱是假的。可能如果二姐在情感上需要您跟他就这一件伪造的这个指责来道一个歉，您觉得可以吗？紫薇说完就好点儿。对，紫薇 EQ 很高，情绪上的换位嘛，大家对方也更好理解。对，远远好过情绪上的对立。沉默了，他其实也理解，可能。道歉啊，不可能道歉的。怎么说呢？兄弟姐妹毕竟是同胞所说嘛，还是有感情的。对。但是道歉这个事我道歉不到。你看，肯定不可能。其实我就替当事人说两句啊，他其实跟大姐、二姐的感情呢，他也不是说完全忽略掉的，只是说在这个二姐拿出这份遗嘱的基础上呢，他想要说能够尽量的为自己争取一点权益而已。因为二姐本人比较少跟弟弟进行一个联系嘛，那么也希望明天能够通过这种调解的方式，将一个诉求先表达出来，然后呢，我们各方再进行一个协商，也希望两位能够给我们居中进行一个调解。可以。行吧，反正就看明天吧，好不好？好，然后就是还是跟您提醒一下，看到您的情绪就还比较激动，就明天如果有一些要求，您可以先跟我们讲，然后我们可以帮您去沟通，就我们还是就有话好好说。对，如果明天会和您的律师一起过来吗？对，我明天会出席。好，那就先这样。好，辛苦，谢谢。哎呀，辛苦了啊。还是紫薇厉害啊。这时候。会一些才艺就有用了吧？就是突然拿出一个笛子开始吹，噗噗噗，然后他就高兴，感动他哈。对。紧张吗？还好，来之前比较。我们来之前不是说珠我海两套房？感觉你比昨天紧张很多。不是，因为你在把珠海两套房子不纳入遗产讨论范围这件事没有跟我说过。生气了。他们要的就是这2套房子，然后加上其他的他都可以谈呢。我们可以在结果上给他，但是不能就是完全不纳入讨论。我没有说这是不一样的。就我们之前来的讲的是可以在结果上给他，但你不能把它不纳入讨论范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吵架了哦？干嘛那么生气呀？不是，我是讨论说，假如说就他分掉30%的财产，然后可能珠海的房产占5%，那你说最后这5%是算他的，还是说算他原本就有的？这就是问题啊！我们应该承诺是最后的结果上可以分给你 ，OK 的，但是我不能说这2个东西本来就是你的。我没有承认本来就是他的，是你理解的，是我说本来就是他的。因为我说了可以理解，但我没有说。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在今天讲清楚，而不是放在明天。而且他妈妈已经把珠海的别墅写进遗嘱里了。也许商品房是他的婚房，但是珠海的别墅，我觉得大概率不是。但是姐姐愿意给他，愿意给他是，那你说就像我说的，占不占百分比呢？他们不在意百分比，他们不在意一定要每人都33%。我知道。OK，